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件许多人都关心却常常感到无奈的事情——牙龈萎缩。你是否曾经在镜子前发现牙龈线慢慢往后退，牙齿看起来变长了呢？这种情况让人不禁心生恐惧，因为牙龈一旦退缩，牙根暴露，不仅容易造成敏感酸痛，还可能引发蛀牙，甚至牙齿松动脱落。牙龈萎缩该怎么办？难道只能任由宝贵的牙龈组织一点一滴消失吗？我们的祖先和现代人都在寻找对策，各种偏方与疗法满天飞，其中很多打着自然疗法的旗号，比如油把法、喝绿茶、涂芦荟等等。这些方法真的有科学根据，还是只是安慰剂效应呢？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牙龈萎缩的成因和治疗，同时揭秘那些广为流传的自然疗法背后藏着多少真凭实据。最后还会一步步教大家油把法怎么进行，让你对这个热门话题有全面的了解。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牙龈萎缩。简单说，就是包覆在牙齿周围的牙龈组织逐渐退缩下降，露出更多的牙齿表面甚至牙根。正常健康的牙龈应该像紧致的粉红色衣领一样包围着牙颈部，但当牙龈萎缩时，这件衣领就往下滑了。你会看到牙齿根部暴露，牙缝变大，笑起来牙龈线不齐，视觉上牙齿显得特别长。有人戏称这是马齿或长牙症状，看起来很吓人。更严重的是，牙根暴露在口腔中，没有牙龈的保护，容易受外界刺激引起敏感。例如，喝冷热饮料时酸得你倒抽一口气，刷牙时轻轻触碰都疼痛不已。随着牙龈的不断退缩，牙齿稳定性也受影响。因为牙龈和其下的齿槽骨就像地基，地基流失了，牙齿这栋房子当然会动摇，长期下去可能导致牙齿松动甚至脱落。由此可见，牙龈萎缩绝不是小事，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牙齿的健康和笑容的美观。那么牙龈为什么会萎缩呢？最常见的元凶其实就是牙周病。想象一下，我们口腔中居住着数以百计的细菌，有益的有害的都有。如果平时口腔卫生没做好，食物残渣和细菌在牙齿交界处形成牙菌斑和牙结石，细菌产生的毒素会不断刺激牙龈，引发发炎感染，这就是牙龈炎和更进一步的牙周炎。长期的慢性发炎会破坏牙龈组织和支撑牙齿的骨头，牙龈便逐渐往后退。换句话说，是细菌这个入侵者在攻城略地，侵蚀我们的牙龈城墙。除了细菌，刷牙方式不当也是一大原因。如果你用力横刷牙齿，就像拿钢丝球磨地板一样猛力刷牙龈，时间长了，牙龈也会磨损退缩。这种机械性损伤在爱干净又出力过猛的人群中特别常见。还有一些因素也扮演角色，例如吸烟会减少牙龈的血液供应，加速萎缩；夜间磨牙让牙齿受过大力量，引起牙周受损；不良假牙或牙齿排列不正造成的异常压力，也可能局部促使牙龈退缩。甚至遗传和年龄老化也无法忽视。有些人天生牙龈较薄，或对牙菌斑的免疫反应特别敏感。随着年龄增长，牙周组织像皮肤一样出现老化萎缩的迹象。总之，牙龈萎缩往往不是一夜发生，而是长年累月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然牙龈萎缩的原因复杂多样，那我们能够逆转它吗？这里必须坦白一点，残酷的真相，一旦牙龈组织已经流失，几乎不可能让它自然长回来。听起来令人沮丧，但事实就是如此。目前没有任何一种药物、牙膏或偏方可以让消失的牙龈像头发一样再生出来。牙龈不是蜥蜴的尾巴，断了就断了。人体不具备让牙周软组织自行重建的能力。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声称用了某某秘方，牙龈长回来了，那十之八九只是改善了发炎状况或错觉而已，并非真的把失去的组织复原。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们对牙龈萎缩就束手无策了。虽然无法让牙龈凭空再生，但我们可以阻止牙龈继续恶化，并且透过各种治疗来改善外观和症状。现代牙周治疗相当发达，从非手术的深度清洁到手术性的牙龈移植，都可以帮助我们对抗牙龈萎缩。比方说，如果是牙周病引起的萎缩，牙医通常会先进行深层洗牙，又称刮除和根面平整，
把牙根表面的牙结石和菌斑彻底清除干净，相当于把入侵的细菌大军赶出我们的牙龈城堡。清除了致病因素后，牙龈炎症消退，萎缩的速度就能大大降低。有时牙医还会在清洁后局部放置抗生素凝胶或开给抗菌漱口水，帮助残余的细菌彻底清除。接下来关键还是靠你自己，每天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早晚用柔软牙刷轻柔刷牙，每天使用牙线或牙尖刷清洁邻面，每半年定期洗牙。这些听起来老生常谈的方法，其实是预防牙龈继续萎缩最有效的天然法宝。如果牙龈萎缩已经相当严重，牙根大片裸露，甚至影响美观，该怎么办？现代牙周手术可以提供一些修复方案，最常见的是牙龈移植手术、结缔组织移植。牙周专科医生会取一小片你自己口腔上颚的健康牙龈组织，移植缝合到萎缩的部位，就像在裸露的牙根上重新铺上一层软组织毯子。经过愈合后，新移植的牙龈会覆盖原本暴露的牙根，看起来牙龈线变回较正常的位置，还能保护牙根，避免进一步损伤。除了传统移植，还有更新的技术，例如隧道手术法或微创针孔手术，利用特殊器械在牙龈组织下方做出小隧道，松动牙龈后将其拉下覆盖牙根，再配合骨粉或胶原膜等帮助重建组织。这些手术创伤较小，恢复较快，有些情况下能一次处理多颗牙的萎缩问题。再先进一点的，还有利用雷射来辅助牙周再生治疗，例如 LANAP 雷射牙周治疗，可以在清除深层感染的同时，刺激牙周组织再附着。当然，这些治疗都需要专业牙医评估适用性，而且通常费用不菲，恢复需要时间。所以预防胜于治疗，我们能做的最好策略还是在牙龈萎缩尚在早期，甚至尚未发生时就积极预防。话说回来，在专业治疗之外，人们也总希望能找到一些简单自然的方法来改善牙龈健康，最好不必动刀就能让牙龈好转。因此，各种标榜天然无副作用的疗法才会这么吸引人。接下来，我们就转转视角，看看这些自然疗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科学证据支持，它们对牙龈萎缩又能起到什么作用。谈到自然疗法，首先要介绍的就是近年讨论热度极高的油拔法。没听过油拔法的人，乍一听名字可能一头雾水，用油来拔，拔什么呢？其实油拔这个名字翻译自英文 oil pulling， 意思是用油来拉动吸出脏东西的概念。它是一种古老的印度传统养生方法，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印度传统医学阿育吠陀典籍。在古老时代，没有现代牙膏牙刷，人们发现用植物油在嘴里含漱一阵子，吐出后口腔会感觉特别清爽干净，于是这种方法流传下来。油拔法到底怎么做呢？稍后我们会详细步骤说明，先来看看它的原理和传说中的功效。传统上，印度人常用芝麻油来进行油拔，因为芝麻油在当地容易取得，也被认为具有药用价值。现代则流行使用椰子油，主要因为椰子油味道较温和，带有淡淡椰香，比芝麻油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此外，椰子油富含月桂酸，具有抗菌和抗发炎作用，这点后来也引起了科学界的兴趣。油拔法被赋予许多神奇传说，不仅据说能清洁牙齿，预防蛀牙牙周病，还有人宣称长期油拔能美白牙齿，改善口臭，减少喉咙感染，甚至对身体整体排毒都有帮助。听起来是不是像万灵丹？事实上，油拔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次复兴。1992年，一位名叫卡拉奇的乌克兰医生在医学会议上介绍了油拔法，声称他自己靠每日油拔治愈了长达15年的慢性病和关节炎，还说这疗法能治百病。这番惊人之语让传统的油拔法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随后，不少自然疗法爱好者替代医学圈子纷纷开始宣传油拔。到了21世纪初，油拔法更是透过网络在全球掀起热潮，一些知名人士和好莱坞明星也跳出来背书。比如有影星公开表示每天早上用椰子油漱口让牙齿更白更健康。社群媒体上更是流传许多油拔7天心得、油拔前后对比的文章和影片。
把这个古老疗法吹得神乎其神。那么问题来了，油拔法真的有效吗？科学研究怎么说？最引人关注的当然是它对口腔健康，特别是对牙龈的影响。近20年陆续有一些小型研究和临床试验来检验油拔的功效。我们先说结论，油拔法对于减少口腔中有害细菌，降低牙菌斑和牙龈发炎有一定帮助，但它无法让已经萎缩的牙龈再生，更不能取代正规的刷牙、牙线等口腔清洁。换句话说，油拔可以当作辅助保健手段，而非治疗牙周病的灵丹妙药。具体而言，研究发现每天用油拔漱口可以降低口腔中的细菌数量。举个例子，有研究让青少年每天用芝麻油漱口15分钟，持续2周，结果发现他们唾液和牙菌斑中的细菌数量大幅降低，效果和使用抗菌漱口水相近。这暗示油拔的机械作用、长时间的含漱，加上油的化学作用，确实能带走不少细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蛀牙的罪魁祸首变形链球菌等致曲菌在油拔之后显著减少。油拔还能减少牙菌斑的形成，牙菌斑就是粘在牙齿表面的那层细菌生物膜，是牙周病和蛀牙的大本营。有研究比较了用椰子油漱口、用清水漱口和用传统漱口水的效果，结果发现椰子油漱口组在2周后牙菌斑指数也有下降，虽然不像药用漱口水那么明显，但比单纯用清水有效。这说明椰子油本身可能有一些抗菌作用，加上油液在牙缝间流动，物理地把菌斑带走了部分。对于牙龈发炎，油拔也展现了一些益处。牙龈炎的表现是牙龈红肿、刷牙出血，元凶正是菌斑中的细菌引起的发炎反应。有一项研究让患有牙龈炎的受试者每天用椰子油油拔，短短1周后就观察到牙龈红肿程度减轻，出血状况好转。另一项对照试验则比较了芝麻油油拔和医生处方漱口水对牙龈炎的效果，结果2组都显示牙龈炎症状改善，牙菌斑减少，两者效果不相上下。由此看来，油拔可能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来预防牙菌斑累积和减轻牙龈发炎。尤其对于无法耐受药用漱口水，例如氯己定漱口水有苦味，可能造成牙齿着色的朋友，油拔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替代方案。至于口臭，油拔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口臭往往与口腔中细菌产生的硫化物有关，特别是舌苔和牙周袋里的厌氧菌。传统治疗口臭除了刷牙洁舌，就是用抗菌漱口水杀菌。一项有趣的小型实验发现，使用芝麻油油拔2周后，受试者口臭明显减轻，其效果居然和氯己定漱口水相当。这意味着油拔透过减少口腔细菌，也能降低引起口臭的那些挥发性硫化物。想想看，每天早上含一口椰子油慢慢漱动，最后吐掉，相当于把嘴里过夜繁殖的细菌连根拔除了一波。难怪不少人反映油拔后嘴巴特别清新，甚至觉得牙齿更亮了，因为没有菌斑，牙齿自然光滑透亮。讲到这里，听起来油拔法对口腔保健确实有一些益处，但我们也必须强调几点。第一，多数支持油拔的研究规模不大，受试者人数少，试验时间短，很多是在印度等地进行研究，品质良莠不齐。所以虽然结果看起来不错，但还不足以让牙医权威机构把油拔列为标准疗法。美国牙医协会至今并不建议以油拔取代任何传统口腔卫生措施，他们的官方声明是，目前证据不足，难以确认油拔的实际益处。第二，油拔所能达到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替代刷牙。刷牙的机械摩擦可以彻底清除牙菌斑，而油拔更像漱口水的作用，顶多清走部分软的沉积物，对已经硬化的牙结石完全无能为力。另外，牙膏中的氟化物可以强化珐琅质，预防蛀牙。而如果有人一心想用天然椰子油自制牙膏，却不含氟，反而可能增加蛀牙风险。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油拔无法治愈牙周病，更无法让已经萎缩的牙龈长回。它可以减轻炎症，使肿胀的牙龈消肿，看起来或许比较不红了，但那不等于牙龈组织长出新生。当然，把发炎控制住后，牙龈健康了，萎缩速度会减慢。
这对全局来说仍是非常有益的。说了这么多，很多朋友一定很好奇，油拔法到底怎么进行？正确的操作步骤是什么？别急，现在就来教大家油拔的正确方法。其实油拔非常简单，操作步骤只有几个。第一步，准备油料，挑选你要使用的食用油。一开始建议用椰子油或芝麻油。椰子油室温下可能是固态白色膏状，但放进口中很快会融化成液态。芝麻油则是液态，带有浓郁芝麻香，两者都可以看个人喜好。如果没有这两种，橄榄油、葵花籽油其实也能用，但气味口感上可能没有椰子油讨喜。取约1汤匙的量，大约15毫升的油，这是成人的用量。初次尝试者可以先少一点点，例如半汤匙，让口腔适应。第二步，含油速冻，将这一匙油放入口中，不要吞下去，而是像含着漱口水那样开始轻柔的速冻，利用脸颊和舌头的力量，让油在口腔内前后左右流动，用油液去冲刷牙齿和牙缝。注意整个过程动作要温和，不需要像用力刷牙那样猛烈，以免下巴太疲劳。刚开始漱的时候，油的质地比较粘稠，但漱几分钟后会混合唾液变得稀一些，颜色也可能从透明变成乳白色，这都是正常的。油拔的时间有点久，建议持续约10到20分钟。是的，你没看错，10分钟起跳，如果觉得累，可以中途休息一下，例如含漱1-2分钟就吐掉，再换一口新的油继续。但传统说法是要一口油漱满15到20分钟，效果最佳。对新手而言，一开始能坚持5分钟就不错了，之后每天逐渐延长时间。漱口时可以顺便做些别的事，转移注意力，比如洗脸、淋浴，这样时间比较容易打发。第三步，吐出废油。当你漱到时间差不多了，嘴巴可能有点酸，口中的油液变稀变多了，就把油吐出来，千万不要吞下去，因为此时油里已经拉出了大量的细菌和杂质，吞进肚子可不好。吐油的时候也有个小诀窍，请吐在垃圾桶或纸巾上丢掉，尽量避免直接吐在洗手台或马桶里。为什么呢？尤其是椰子油，冷了会凝固，日子久了可能粘附在水管内壁，导致下水管阻塞。很多人不知道这点，天天往水槽吐椰子油，结果管线堵了就麻烦了。第四步，清洁口腔。吐掉油之后，嘴里通常还是有些残留油脂和被带出的代谢物，我们建议用清水或温盐水充分漱口一遍，把残余的油质洗掉。如果觉得口内还有滑滑的感觉，也可以再刷牙一次，用含氟牙膏轻轻刷，确保口腔完全干净。不过很多人是早上起床先油拔再刷牙，这样刷牙就放在油拔后进行，一举两得。以上就是油拔法的基本步骤，概括起来就是含一匙油在嘴里慢慢漱15分钟，然后吐掉并清洁口腔。简单吧？每天或每周做多少次呢？这个没有硬性规定，但多数建议是每天1次，最好在早晨空腹时进行，因为早上起床口腔经过一整晚，细菌最多，用油拔先清掉一些，再开始早餐和日常活动会比较清爽，而且空腹时口水比较少，不会一直想吞咽，漱油会轻松些。如果嫌每天太麻烦，一周做3-4次也是可以的。一些狂热爱好者甚至一天油拔2-3回，但从科学和实际角度看，适度即可，不用太频繁。油拔过程中还有几个贴心提醒供大家参考。第一，漱油时尽量在口腔前部和牙齿周围来回推动，不用刻意去到喉咙深处漱，以免呛到或引发恶心感。尤其是第一次尝试的人，对嘴里满是油的异样感觉不习惯，可能会有点反胃，这很正常，多试几次就适应了。第二，一开始觉得下巴酸、脸颊、肌肉累也很正常，毕竟平时我们不太会持续做这种含漱的动作，你可以中途稍微停下来休息几秒，再继续漱，慢慢增加耐力。第三，小孩子一般不建议做油拔，因为孩子很难忍住不吞咽，而且对他们来说漱15分钟实在太困难。如果非要让年纪大一点的孩子试，也务必全程在旁看顾，量可以减少到1茶匙甚至更少。第四，选择冷压初榨的优质油品较好，炸至少效果也可能更好。
如果使用椰子油，冬天是固态时，可以先挖一小块放嘴里，用体温让它融化。第五，坚持一段时间，比如2周到1个月，再评估效果，并不是漱1次2次就有明显改变的。当你按照正确方式完成一次油拔后，你或许会发现嘴巴真的变得洁净清新了。很多人反映油拔带来的直接感受是牙齿表面更滑溜，口气清新，而且牙龈出血减少。如果原本有轻微牙龈发炎，坚持每天油拔加上正常刷牙牙线，几周后刷牙时流血的情况常常改善不少。这些都可以说明油拔对改善牙龈健康确实有一些作用。然而，我们再次提醒，油拔法是一种辅助手段，它不应也无法取代日常刷牙、牙线清洁，更不能替代看牙医。如果你有严重的牙周问题或牙龈萎缩，油拔只能作为日常保健的一部分，该看医生治疗的还是得看。正如前面所说，牙龈萎缩到一定程度需要牙医处理，油拔再久也长不出新牙龈来，所以把油拔当作一种养生保健的习惯是可以的，但别把它神化成 DIY 牙医，否则延误正规治疗就不好了。说完油拔这位明星选手，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常被推荐的自然疗法对牙龈的影响。毕竟我们的影片标题说了，这些自然疗法嘛，不止油拔一种哦。其实在民间和网络上，关于牙龈保健的自然偏方还真不少，我们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来聊聊。绿茶、芦荟、姜黄、茶树油以及盐水漱口，这些听起来是不是像厨房食材大集合？没错，很多天然植物都被寄予厚望，希望能发挥消炎抗菌的功效，来守护我们的牙龈健康。下面逐一介绍它们的作用和科学依据。首先是绿茶，中国、日本自古都有喝茶养生的传统，而现代科学发现绿茶中富含多酚类抗氧化物质，特别是儿茶素，对健康大有益处。那对牙龈呢？其实每天喝绿茶可能真的是一个有益牙周健康的好习惯。日本有研究调查了几千名中年人的牙周状况和喝茶习惯，结果发现喝绿茶较频繁的人，牙周健康指标较佳，他们牙龈出血情况更少，牙周袋深度也略浅。研究者推测，这与绿茶中的儿茶素抗炎杀菌作用有关，能抑制牙龈致病菌的生长，并降低炎症反应。此外，茶叶还含有微量的氟，每天喝茶相当于给牙齿做低剂量氟化保护，有助预防蛀牙。绿茶里的多酚也能降低口腔中硫化物，因此常喝绿茶的人口气可能更清新。当然，喝茶最好不加糖，不然得不偿失哦。除了直接饮用，有些牙医会建议牙周病患者用绿茶来漱口，或含在口中几分钟再吐掉，让茶汤充分接触牙龈。由于绿茶相对温和安全，这种做法也未尝不可一试。总的来说，绿茶算是一种有科学支持的牙龈友好饮品，每天几杯绿茶，润喉又护齿，何乐不为呢？再来说芦荟，芦荟胶大家可能在护肤上用得多，晒伤了，皮肤发炎了，抹点芦荟胶能舒缓。那牙龈发炎涂芦荟行不行？答案是有一定道理的。芦荟具有抗炎、促进伤口愈合的功效，应用在牙周护理上也有一些研究支持。一项2024年的研究中，牙医在做完牙周深度清洁后，给实验组患者在牙龈缝隙处涂入芦荟凝胶，而对照组只做了清洁，没有用芦荟。几周后检查发现，有用芦荟的一组，牙龈局部的细菌数量更少，炎症指标更低，牙周口袋的深度改善也更多。这暗示芦荟凝胶作为牙周治疗的辅助，能增强消炎效果。对于轻微的牙龈红肿或溃疡，家中直接取新鲜芦荟叶子，中间透明的凝胶涂在牙龈患处，也有人反映有舒缓作用。不过要注意，芦荟外皮的黄色树脂有蒽醌类物质，可能有刺激性和泻下作用，一定要去皮取纯净的凝胶部分，并且吐掉不吞咽。市售也有芦荟成分的牙膏和漱口水，主打天然温和。如果你对传统含氟牙膏或药用漱口水过敏，不妨试试含芦荟的产品，看能否减少牙龈刺激，同时维持口腔清洁。整体而言，芦荟在牙龈护理上属于安全且有潜在益处的天然选择，但也别期望它有什么神奇魔力，只能算辅助保养哦。接下来登场的是厨房里的姜黄。姜黄在亚洲料理中常用作香料，
它鲜艳的黄色来自其中的活性成分姜黄素。姜黄素可是天然的抗发炎高手，很多传统医疗都拿它当草药。对牙龈来说有没有帮助呢？有研究设计了一种姜黄漱口水，将姜黄提取物配制成不含酒精的漱口溶液，让牙龈炎患者使用。结果显示，用姜黄漱口水的一组牙菌斑和牙龈炎症状的改善程度，几乎不亚于使用氯己定药用漱口水的对照组，这让科学家们颇感惊喜。姜黄漱口水能成功减少牙菌斑，原因可能在于姜黄素的抗菌作用，还有它抑制发炎介质的产生，减轻牙龈红肿出血。除了漱口水，民间还流行 DIY 姜黄牙龈膏，用姜黄粉混合一点椰子油与胡椒等，调成膏状涂抹在牙龈上，数分钟再漱掉。据说这能舒缓牙龈不适，并减轻细菌滋生。不过要提醒的是，姜黄会染色，如果直接接触牙齿，可能让牙齿表面染上一层黄黄的颜色，需要好好刷才能刷掉。所以用姜黄护龈要适度且注意清洁善后。总的来看，姜黄素作为天然抗炎剂，在牙周保健方面前景可期，但毕竟研究还不多。我们不能说喝姜黄奶茶就能治牙周病那么夸张。然而在日常料理中多用些姜黄，或者适量补充姜黄素保健食品，也许对全身和牙龈都有些潜在益处呢。除了植物提取物，精油类也是自然疗法的一大支派，其中与牙龈健康较相关的要数茶树精油和丁香油。茶树油取自澳洲茶树，是强力的植物杀菌剂。早在牙膏漱口水中就有人添加茶树油成分，旨在减少牙菌斑。有研究显示，用含茶树油的凝胶涂抹牙龈，可以减少牙龈出血，提示对牙周病变有帮助。不过茶树油味道辛辣刺激，浓度稍高就可能造成口腔黏膜刺激，因此如果自行使用一定要高度稀释。通常滴1-2滴茶树精油于一杯温水中搅拌，用这个稀释液漱口，可以杀菌又清新口气，但是切记不可吞咽，且不要长期每天频繁使用，以免累积毒性或过敏。再看丁香油，它在牙痛领域可是赫赫有名的牙齿，痛得受不了时，咬颗丁香或涂点丁香油能暂时缓解疼痛。这是因为丁香油中含有丁香酚，有局部麻醉和抗菌的作用。对牙龈发炎肿痛，少量丁香油涂抹也能减轻不适。但同样，丁香油不能过量，也不能取代医疗，毕竟它只是止痛，不解决病因。现在市面上一些天然牙膏，特别是强调阿育吠陀配方的，也常含有茶树、丁香等精油，就是利用它们的草本抗菌效果。薄荷醇、百里香酚、桉树油等也是常见的口腔护理精油成分。例如李施德林漱口水就以这几种植物精油成分著称，带来强烈清凉感的同时杀菌抑菌。总结来说，精油运用在牙龈保健上并非全无道理，但要注意使用方式和浓度。对一般人而言，购买含这些成分的现成产品，牙膏、漱口水通常比自制更安全可控。若真想自制，务必查明安全用量，并小心测试是否过敏。再来不得不提一个最古老也最简单的偏方，盐水漱口。这招几乎人人都听过，很多长辈在你牙龈肿痛时会说，用点盐水漱漱口消消炎。究竟盐水对牙龈有什么作用呢？盐、水其实是最天然的消毒剂和收敛剂之一。温盐水漱口可以暂时提高口腔的酸碱度，创造一个不利于细菌生长的环境。同时，盐水的渗透压会让细菌脱水，难以繁殖。很多牙医在拔牙或牙周手术后，会叮嘱病人用生理食盐水漱口，因为盐水温和不刺激，又有助减轻组织肿胀。对于轻度的牙龈发炎或口腔溃疡，盐水能减少细菌，促进伤口愈合，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要注意盐水浓度，一般一杯温开水约250毫升，放半茶匙食盐即可，浓度约 0.9% 左右，接近生理盐水浓度。太咸反而刺激黏膜，效果未必更好。漱的时候让盐水在患处停留几秒再吐掉，每天可漱口2-3次。盐水漱口的局限在于它作用时间短，而且不能渗透进牙周深处去清除菌斑牙石，所以只能当作一种辅助护理。优点是便宜又简单，
家家户户都拿得到。对于牙龈刚做完治疗或者正处在恢复期，比如刚洗完牙，牙龈有点红肿，用盐水漱口是被广泛认可的护理方式。只是千万别天真的以为光靠盐水就能治愈顽固的牙周炎，那是不可能的。盐水是帮忙守卫，但主要的战斗还得靠专业治疗和个人口腔清洁来完成。除了上面提到的，自然疗法中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点子，比如有人推荐用蜂胶制成的口含锭，因为蜂胶也有抗菌抗炎效果。还有人提倡补充维生素 C、维生素 D、益生菌等，理由是增强体质，改善免疫，对抗牙周炎。甚至有牙医在临床上试验给牙周病人补充深海鱼油 Omega-3， 搭配小剂量阿司匹林，发现牙周袋深度和附着水准有改善。因为鱼油中的 Omega-3 有强力抗炎作用，这些额外的辅助措施各有一些道理，但多半还缺乏大规模临床验证。因此，我们可以抱着开放的心态去了解，但不要把希望全压在某一种保健品或神奇食物上面。均衡营养的饮食对牙龈健康肯定是重要的，缺乏维他命 C 会导致牙龈坏死出血，缺乏维他命 D 可能使骨质变差，免疫力降低易生牙周问题。所以日常饮食多吃蔬果，适量晒太阳，补充维 D， 摄取好油脂、蛋白质，保持身体整体健康，牙龈也会跟着更有抵抗力。把这些当作整体保健的一环，比孤注一掷迷信某一种偏方要明智得多。听了这么多，你可能会问，那到底哪些自然疗法真的有科学根据呢？总结一下，目前有一定科学研究支持它们对牙龈健康有好处的，包括油拔法、绿茶、芦荟、姜黄、茶树油以及盐水漱口。它们各自以不同方式提供抗菌或消炎效果，所以在改善牙龈炎症、减少细菌方面可能有效。然而，没有任何自然疗法被证明能让牙龈组织再生或者完全治愈中重度的牙周疾病。所以，如果有人声称用某种草药糊牙龈就能把退缩的牙龈养回来，那肯定是不可信的。取而代之，我们应该把自然疗法看成是专业治疗之外的辅助，就像运动员受伤了需要医生治疗，但平时也会用天然草药、膏药、热敷等来促进恢复。牙龈有问题，该洗牙还是要洗牙，该手术要手术。同时在日常保健中配合油拔、茶饮这些方法，双管齐下，或许能得到更好的结果。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牙龈萎缩的预防与保养之道，比起事后补救，预防才是王道。每天彻底而温柔的刷牙，使用牙线或牙尖刷清洁牙缝，这些基本功是维持牙龈健康的基石。刷牙时选择软毛牙刷，避免横向用力拉刷，改用小幅度画圈或巴氏刷牙法，斜45度刷毛，轻拂牙龈边缘，这样既能清洁又不伤牙龈。牙膏含氟有益无害，用正确含量的氟化物来预防蛀牙，同时也间接保护了牙龈。因为蛀牙会加剧牙周问题，戒烟限酒，减少含糖饮食，对牙龈也大有好处。吸烟让牙周组织缺氧，极易罹患牙周病。高糖饮食则助长细菌嚣张。定期看牙医检查清洁，一旦发现牙龈出血、红肿、退缩等早期信号，就立刻采取行动，胜过拖延成大问题。那些自然疗法，比如油拔、茶饮，可以当作日常习惯的补充，就像有些人每天补充一颗维他命一样，心态上保持平常心，把它们视为保健而非治病。如果用了觉得有效果，当然是好事，但若没有明显感觉，也不必灰心。毕竟主菜还是我们科学的洁牙方法，自然疗法充其量只是调味料。结语时间，牙龈萎缩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但也不必过度恐慌。现代牙医学提供了多种治疗手段来控制和改善牙龈萎缩，而我们自己的努力、良好清洁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适当借助一些自然疗法未尝不可。像油拔法这样流传千年的小妙方，虽然不能让你重回婴儿般的牙龈，但它确实可以帮助减少细菌，舒缓牙龈的炎症。再加上绿茶、芦荟等温和的帮手，自然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守护着我们的口腔。当然，我们也要擦亮眼睛，分辨真伪，
凡是声称快速逆转牙龈萎缩，不看牙医自己痊愈的偏方，都应该打个问号。真正科学有效的方法，往往是循序渐进，需要耐心执行的。科学和自然并不冲突，在牙龈健康上，我们可以兼顾两者，用科学的态度理解自然疗法，用自然的手段辅助科学治疗。希望今天这一番深入探讨，能够让你对牙龈萎缩的对策有全面的认识。从现在起，好好爱护你的牙龈吧。每天花几分钟时间刷牙，用牙线，必要时含一匙香香的椰子油，来个油拔漱口，顺便泡杯清香的绿茶享受一下。这些小小的日常习惯累积起来，就是对抗牙龈老化最强大的盾牌。同时记住定期找牙医检查，毕竟专业的眼睛能及早发现问题，防微杜渐。牙龈一旦健康粉红，紧实有力，你的笑容就会更加自信灿烂。总而言之，牙龈萎缩并非不可挽回的命运，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知识，结合现代牙科技术和传统智慧，一样可以守住牙龈的防线。希望你也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身边关心牙龈健康的家人朋友，让大家一起受惠。谢谢收看，让我们用行动换取长久的牙龈健康，笑口常开。